尊敬的战友们好，面具人报平安啊！今天你们健身了吗？哎呀，今天出大事儿啦，不得了！今天要讲的这个事儿啊，和马化腾有关。这淘宝阿里巴巴的马云消失了很长时间，还没现身呢。大家都纷纷猜测，习近平下一个开刀的会不会就是腾讯的马化腾呢？那这个事儿目前不好说，但是通过最近爆出的一起命案就可以看出有这个苗头。命案啊，这个事情既然能闹出人命，那肯定是不简单啦。来看今天的标题啊，腾讯高管在泰国被暗害，因携带中共高官的57号文件，内含所有省部级官员的聊天记录，是马化腾的保命文件。爆料革命已经截获，内容公布将会震惊世界。温馨提醒，咱们节目开头啊，先娱乐一下，今天的精华部分咱们放在节目后半段。我整理了心理操控方面的知识，并讲讲这种知识在咱们华人圈里面滥用的情况啊。好了，咱们先娱乐一下。腾讯高管被暗害，那这个事儿啊，将会牵出中共内部斗争的大秘密，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标题里面的关键字没有？57号文件包含所有省部级高官的聊天记录。腾讯是个多大的企业呀？全中国有几个人是不用微信的？包括这些村长、所长、贪官，他们用微信发的那些情人、二奶、私生子的照片，各种不堪入目的语音聊天记录，甚至是视频，都在腾讯的手里面呀！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战友们！你们想想，这个文件一旦公布出来，那要有多少人会身败名裂呀？啊！你们想想那个画面，而且呀，你说中共的这些医生呀、科研人员呀，有哪个不用微信啊？所以说，为什么习近平和王岐山要派人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这个准备曝光中共有史以来最全的黑幕——腾讯的大数据聊天记录文件、腾讯的高管肖波给暗害了？不过没事儿，咱们爆料革命的战友们已经在中共下手前和这位英雄高管肖波接触过了。你们看看这些网上的中共五毛开始抹黑咱们的英雄高管肖波先生，说他是因为赌博盗窃了中共几千万的财产，挪用了腾讯公司几千万，所以呢才逃出国的。中共对肖波先生的死反应如此强烈，这就证明什么？战友们，中共怕了。腾讯的高管肖波和他的小三在泰国被中共特工杀害，因为肖波他携带了大量的腾讯解密文件，里面共有6000G 的资料。这些资料里面包含习近平的武汉实验室的内幕、腾讯解密的大数据、中共高官的微信聊天记录、照片、腾讯云盘文件、视频、语音等等，里面有太多的钱色交易的截图、语音。根据爆料革命战友的透露，已经破解了一部分，一些语音的内容粗俗不堪，显示了中共官僚阶级的无耻和腐败，还有色情混乱的视频。肖波在被害前已经与东柬埔寨的爆料革命战友接触，57号文件的备份已经在东柬埔寨和泰国爆料革命战友的共同努力中已经破解和备份了。那喜马拉雅农场服务器最近瘫痪，请各位投资的战友不必紧张，因为我们收到了腾讯高管肖波生前托付的中共全部高官的聊天记录的文件，一共6000多 G 呢。此事事关灭共大业和全人类的安危，是我们灭共千载难逢的机会。文件过于重要，所以呢，咱们喜马拉雅的董事局临时受命，将喜马拉雅的服务器腾挪出来，紧急备份肖波先生托孤的灭共文件。这些文件一旦破解公布，那将会是多少贪官的秘密、照片和聊天记录被公布于天下呀！请战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重要的文件，
并且呢，我们要记住萧波先生为我们灭共革命事业的贡献，请战友们缅怀真英雄萧波，愿他一路走好。好了，以上的话呢，纯属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如果大家还是喜欢这类型的爆料的话，可以去看爆料革命的内容。面具人，我只是娱乐一下，嘿嘿。面具人，我还是不擅长讲这类故事，但是呢，关于萧波的被害的事情啊，这里有正规的新闻报道。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正规的报道，它是法广的报道啊，确实也透露出了一些对萧波死的怀疑，是否有中共参与啊？这个萧波的死因是否和中共的内斗有关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新闻报道是怎么说的。日前，有一对中国情侣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栋公寓中遇害。经调查后发现，其中一名死者竟然曾经是中国腾讯的高级主管。柬埔寨当局认为可能是熟人作案，中国官方表示关注案情的进展。综合柬埔寨的《吴哥时报》等外媒的报道，冷血命案于14日发生，在金边市桑园区百世河分区的蓝海总裁公寓9楼被人发现。调查发现，38岁的男性受害者萧波曾经是中国腾讯的高级主管，之前因为涉及案件而从中国逃亡到柬埔寨，被外界怀疑可能是因为知道太多机密才遭到灭口。另外呢，还有一名22岁的女性受害者，则是萧波刚认识几个月的女朋友。现场的监控录像拍摄到，萧波与女友被2犯罪嫌疑人持刀与短枪挟持到公寓的房间内，之后呢，惨遭迫害。公寓的清洁人员发现2人的遗体以后，迅速报警处理。警方表示，凶手作案手法极度残暴，法医鉴定结果证明，萧波被人用绳子随后呢，将遗体搬到厕所，其女友则被人用布、塑料袋塞住嘴巴，再用胶带封住嘴巴和鼻子，窒息去世。那经过调查发现，警方已经初步确定嫌犯是2名男子，并且呢，推测2人的身份为中国人，并且与被害人认识。那看到没？这才是关键点，警方初步认定是中国人干的。另外呢，有消息指出，凶手日前已经逃往到泰国了。那事情到了这里，一下子就变得复杂起来了。警方表示正在收集更多证据，将尽快追捕疑犯，将他们绳之以法。那至于萧波被消灭的原因，有知情人士透露，萧波已经被追击多日，疑似因为调和不成功，某些矛盾而被人迫害。萧波曾经在腾讯做过高级管理，因犯事了，所以呢，从中国出逃，来到柬埔寨以后，在一间集团任职，该集团还为他配备了别墅和豪车。后来呢，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又和这个集团闹掰了，被赶了出来，辞职了。别墅和豪车也被收回了。也有与萧波相熟的人表示，萧波生前极其高调，或许是因为他知道了太多机密，才被人灭口。那这个萧波呢，是83年出生，在腾讯做过总监，负责流量分配。据传啊，他在负责流量分配的时候，与赌博集团合作，赚了几千万，并且呢，在2019年中国警方介入调查前被开除，然后呢，他潜逃到了柬埔寨。后来呢，又入职了某赌博集团当副总裁，又赚了几千万。而且呢，从监控上看，这个女的外形还不错，3个男人里面就这1个女的个头是最高的。但是诡异的事情就来了，这个罪犯啊，他不图钱也不图色，仅仅是为了消灭萧波还有他的女朋友。你看，就这样一个大美女被活活的那为什么2名血气方刚的男子对这样的一个大长腿美眉无动于衷呢？那因为啊，这些人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图色和图这个女的本人，还有图钱嘛。他们肯定是有极端的报复性的目的，就是奔着干掉这俩人的目的来的。大长腿美女虽然是整个事件的神来之笔，
但是呢，他也没有能够用他这个大长腿来挽救自己的生命。不过从连这个大长腿的美女也要挂掉，就可以看出女的也可能知道这件事情的一些内情，所以呢，必须要除之而后快，或者说是作案人怕女的已经知道了一些内情，以防万一，一块的除掉。那通过这里就可以判断，这个事情牵扯到的不是一般性的重要问题了。而且面具人，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啊，就是有关这个萧波的新闻引起了国内很多的杜撰，而且呢，矛头都是指向说萧波这个人非常的烂，非常的坏而来的，竟然没有一篇报道说这个人好话的。毕竟嘛，你说人被迫害了，牺牲了，我们应该展现一些人道同情，但是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是在指责这个受害人的，那就非常奇怪了。而且国内的有关报道和杜撰的效率非常高，说萧波骗人骗了几千万，非常的奢靡，出门消费都是给几十万的小费，还有对这个女的说法也非常的不友好，说这个女的偷人小三儿，还说这个女遇害者曹某某23岁，是辽宁人，是金爵 KTV 的小姐，扛把子，台费360，出台费1500，被萧波包了。但是面具人，我想了想啊，这中间有个矛盾啊。如果说萧波真的是有几千万的身家，出门都要打赏几十万的费用，他至于找小姐做自己的女朋友吗？对不对？而且报道说萧波是出来跑路的，那这些赚钱过夜的小姐怎么可能陪萧波跑路亡命天涯呢？背井离乡呢？对不对？这都是这个环节中啊，各种造谣里面，或者说是某些报道里面的有一点点矛盾的地方。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啊，绝对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而且呢，迫害萧波的罪犯是中国人，那这种千里走单骑的追击方式肯定不是为了小钱，而且你图钱的话，你把债主做掉了，钱就没有了呀，对不对？为了要账，当然不能把债主给逼死了，对不对？所以说呢，也未必是单纯因为赌博追债的问题。面具人有朋友就是做赌博行业的，而且呢，这些赌场的老板就算是再凶恶，再怎么打人，也不可能说把欠赌金的人给干掉，给逼死的。很简单的道理，你把欠钱的人干掉了，他咋给你再还钱？对吧？留他活着，没事儿催债，多少还能还你一点。你把他干掉了，就啥都没有了。再说了，还要负刑事责任的嘛，对不对？那这些都是这个案件的矛盾点和疑点，大家也可以留言分析一下啊。当然了，这个萧波可能真的牵扯到一些红头机密啊，但是牵扯到红头机密的话，中共能派人千里走单骑灭口的话，那中共肯定会想好善后的问题呀。其实根据这件事情的新闻，包括迅速的被杜撰出来各种各样的阴谋论，说什么他找小姐呀，他是赌棍呀，甚至还说什么小三儿呀，还说这个人是流氓呀，各种阴谋论都出来了。并且呢，面具人认为啊，只要你的脑洞够大，不管是中共方面的文宣，还是说反共方面的文宣，你们都可以杜撰。并且呢，肯定有很多网友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已经有人这么做了。面具人开头就给大家示范了一个故事嘛，就像我开头编的那个故事一样。好了，由于萧波的这个事情牵扯到了一些抹黑、造谣和泼脏水的嫌疑，让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是个烂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活该，该死，对吧？好，那面具人我就从心理学上面来讲讲，这是个什么操作手法，对不对？按理来说，一个人去世了，那他所有的罪孽就随着他的入土为安了，对吧？那我们还对一个死者进行辱骂检讨，这就是对受害人检讨嘛，对吧？本来面具人想在上一个节目详细讲对受害人检讨心理的，
但是因为篇幅的问题，还是放在这集讲吧。接下来的内容就很深度了啊，你们准备好，别忘了点赞、订阅、小铃铛啊。那么对于受害人的践踏和指责，在中国社会是非常常见的。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啊，受害了被曝光出来了，大家都是在指责声讨受害者，而不是去检讨加害者。那这种状态就被称之为指责受害人，或者被称之为检讨受害者心理。这是一种认知方式，指的是在侵害行为或者犯罪事件中，将过错部分以至于全部的错都归咎于受害者，认为受到伤害一定是因为受害者本身有错。在对欺凌、抢劫、性骚扰、强行勾兑等行为的评论中经常出现。那这种认知方式往往会导致身心已经受创的被害者陷入到自责和自我厌恶的情绪，提高受害者患上心理疾病的概率，或者加重病情，导致受害者的心理变态，从而呢，受害者也会变得想要去加害别人。而大众过度着重于检讨受害者，有时候反而会忽略了真正的加害人罪犯仍然有可能逍遥法外。很多检讨受害者心理的人，自己其实也曾在受害时被别人检讨过，所以他才能学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检讨别的受害者。在中国的这种极右唯物主义的价值观之下，其实呀就没有对的人。简单的来说呢，奴才永远是错的，奴才哪一天能对了，就不是奴才了。所以说，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这句话的意思啊，就好像你败了就是你的错，对吧？你要自我检讨啊，并且呢，这句话就是成功秘诀，在中国的创业者工作人群中广为流传，几乎所有人都朗朗上口。但是呢，中国人又很喜欢用这个标准去要求别人，从来不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啊。看起来说是要你自我检讨，其实呢，每个人都在互相捆绑，互相检讨。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于是乎呢，中国人就一直在底层互斗中循环。那从心理学来解释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指责受害者啊，面具人这里有则小短片，你们先看一下，看完咱们继续来探讨啊，并且呢，看完这个短片以后，面具人还会带来从检讨受害者心理升华出来的一种心理操控术，并且呢，这种操控术在咱们华人圈子里面，尤其是你看网上的政论频道里面，非常的泛滥啊。当然了，你们了解了这种操控术以后，不能用来做坏事哦。私密的性爱影片曝光，骂女主角不洁身自爱。但是仔细想想，这不是很奇怪吗？他们明明是受害者，为何却成为一般民众炮火攻击的对象？为什么我们会把焦点放在责怪受害者，而非加害者呢？心理学及社会学的学者发现了这个不寻常的现象，于是开始深入研究，而其中最常见的相关研究主轴就是女性强暴事件。女性在遭受强暴后，我们常在新闻底下的留言发现，许多人在第一时间不是指责加害者，而是责怪受害女性的行为与道德标准。平常女生打扮性感，人们或许不会觉得怎样，可能还抱持欣赏的眼光，但是若打扮性感的女生遭到强暴，人们却可能批评她活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事实上，人类的大脑是不公正的，人们一旦得知某个人的负面事实，就容易对他产生偏见。针对这样的现象，著名的公正世界理论做出了解释。由于在公正的世界里，好人会有好报，坏人会受到惩罚，因此如果性侵事件的受害者明明是个好人，却遭受强暴，就会违背公正世界的原则。当坚信的原则受到挑战时，人们会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并感受到强大的不安全感。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脑就必须找个理由来调节认知失调所带来的恐慌。根据研究，越相信公正世界的人，越容易指责被害者。借由不自觉地扭曲被害者的形象，
来保护自己的价值观，并巩固自身的安全感。然而，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其实很多意外是无法预防的。没人能预见八仙派对的尘爆，也没人能一眼辨认对方是不是强暴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真的应该继续检讨受害者吗？或者，我们是否有可能抵抗这些心理陷阱，用积极的态度帮助这些受害者呢？其实有的，这个可能建立在知识上。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显示，在学过被害者心理学的课程之后，人们责怪受害者的倾向会大幅地降低。受害者的痛苦不只是事件发生当下所受到的身心创伤，还有长期舆论导致的自我怀疑。对于受害者而言，比起惩罚加害者，他们更需要的其实是不带批判的倾听与社会的支持。所以我们努力传递正确的资讯，为社会带来正面思考，希望能尽可能地减少偏见所带来的误解与伤害。期待有一天能让更多的人停下在键盘上批评的手，改用正面的理解和接纳，一同抚平社会上的伤口。看完了吧？其实这种心态很多人都会有，但是在中国人的这种没有同理心、绝对的服从、非黑即白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心理就被无限的放大了。古代有中国人去刑场看行刑的时候拍手叫好，现在呢还有中国人喜欢看别人受苦受难也拍手叫好。其实呀，这都是自我的苦难投射到别人身上的高潮罢了。大家都认为别人的苦难是应该的，自己不应该受苦，于是呢，每个人其实都相当于在帮中共建立防火墙，隔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每个人被害了，每个人受害了，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甚至呢，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被害。于是呢，大陆啊，你看似是14亿人的大国，实际上呢，14亿人就相当于一个人，每个人都是被孤立的，并且呢，每个人被害，不会有人替他惋惜，每个人被害，另外一个人会认为害得好，消灭一个啊，他的资源就是我的，每个人都是这种心态。所以呢，这种人啊，不管有再多14亿人，哪怕140亿人呢，都非常的好管理。有些更恶毒的人呢，或者是纯脑残啊，会产生一种叫做受害者思维的思维定式。那这种思维习惯最可怕的一点就是，他会在任何时间、地点、事情、人的面前，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甚至会把整个世界都投射成加害者。就像很多川粉天天喊着美国完了，全世界的阴谋政府要迫害他们了。一般来说呢，受害者思维的人有这3个明显的特征。第一，责怪，遇到任何事情总把原因都归结到别人身上，而自己则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总之呢，错的永远是别人，或者是社会，或者是政府，反正错的一定不是他自己。第二，合理化，如果受害者不是在怪东怪西，你常常会听见他们在找借口，或者是想办法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合理化了别人的成功以后，自己的失败也就变得合理了。比如说，你看川普多么成功，他崇拜的人多么的成功，他崇拜的人成功，所以呢，他崇拜着自己也就成功了。第三，抱怨，很多爱抱怨的人，其实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有很多烂事儿会反复的发生在他们身上，周而复始的发生，而他们所做的呢，只是继续抱怨，怨天怨地怨父母怨社会怨地球，凡是阻碍自己的，他都要抱怨和吐槽，久而久之呢，也就变成了真正的受害者、弱者。很多这种心理懦弱的人，总会把自己想成受害者，会给自己所有的失败都找到外界的理由，这样呢，他不仅能得到别人的注意，还不必为人生的失败而负责。他总想着他自己弱者，他可怜，他失败
有个伟大领袖或者某个神明来帮他。这就是很多人喜欢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什么算命八卦、五行、12生肖之类的，对吧？挂个铜钱儿，你的命就变好了，你的人生就会颠覆了。其实人的心理一旦发展到这个地步，就很难救药了。再往下发展，基本上就是极度自闭的煤气灯效应了，天天盼着大救星和救命稻草。我刚才说到煤气灯效应，对吧？我跟你说，人一旦陷入煤气灯效应以后啊，基本上完蛋了。他会越来越不顺，越来越不顺，他越会求助外界力量，而外界力量就会利用煤气灯效应来操纵你、控制你，甚至是榨干你。很多异端团体都会使用煤气灯效应来控制自己的信徒。人一旦发展到这种心理状态了，那么等待他的只有2种结果。第一种，大概率就是慢慢的就被摧残，直接就被摧垮了，一次次的被虐，直到无法承受，最后生命终结。小概率呢，就是第2种下场，触底反弹，浴火重生。当然了，这个浴火重生不是说让你上天安门那种浴火重生啊，只是一个押韵的比喻，说的意思就是你经过了无数的挫折以后，彻底看清现实，从而呢发愤图强，触底反弹了。那么我说到这儿啊，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我做心理研究这么多年啊，没见过几个人啊陷入到煤气灯效应以后能够触底反弹的，概率啊不到1%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煤气灯效应究竟是怎么回事？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能让人陷入到如此完蛋的境地，这么可怕。为什么这么可怕？你听面具人我给你讲嘛。煤气灯效应是一种心理操纵的方式，其方法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隐蔽的让受害人逐渐开始怀疑自己，使他们质疑自己的记忆力、感知力，或者是判断力，或者是能力，或者是智商，反正就是让他陷入到自我的不信任当中。煤气灯效应还有一种高级的玩法，那就是通过吹捧你，给你造一个又一个的梦，吹捧你。但是呢，这些梦和吹捧都是虚假的，那虚假的东西总会破裂的，破裂了以后呢，再给你造下一个，如此循环。而你本人呢，就会在这种自信开心的循环当中盲目自大，结果呢，一次次碰壁。你会在这一次次的碰壁中，可能你本人还是有希望，你本人还是激情满满的，但是呢，你的潜意识里面由于多次碰壁已经非常的自我否定了，只不过你本人不愿意承认。那煤气灯效应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受害者的认知失调和其他的一些心理上的智商上面认知能力的变化。操控者会使用否定、误导、矛盾和错误的信息，甚至阴谋论去给你洗脑。那煤气灯效应会使受害者心理上去稳定化，以及使受害者不再相信他们原来的常识。煤气灯效应又叫做认知否定，实际上呢，这就是一种通过扭曲受害者眼中的真实而进行心理操控和洗脑的技术。操控者通过长期将虚假、片面或者是欺骗性或者是阴谋论的话语灌输给受害者，从而呢使受害者开始怀疑自己，甚至怀疑世界。受害者就会质疑自己的认知、记忆和精神状态，然后呢，受害者的自我精神控制能力就会变弱，会产生无助感。这个时候，操控者就会趁虚而入，最终达到控制受害者的思想和行为的目的。那这个煤气灯效应的术语起源于叫做煤气灯以及1940年和1944年改编版的电影，所以呢，因为电影的名字叫做煤气灯，那这个电影里面的内容很精彩啊，映射了很多心理学上面的知识，所以呢，干脆心理学上面就用作叫做煤气灯效应。
目前呢，该术语已经用于临床心理学文献以及政治评论和哲学中。那煤气灯的这部电影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年代比较久远，黑白片，建议大家去看看啊。电影主要讲述了少女宝拉因为姑妈的意外身亡而继承了一大笔财产。青年安东为了谋取宝拉的遗产，先是向宝拉求爱，确定关系，然后呢，用尽各种方法，企图把宝拉逼疯，将她送进精神病院，从而呢，获得宝拉的巨额财产。安东对所有的仆人说，宝拉生病了，而且暗示宝拉是精神有问题。结果呢，所有的人都对宝拉开始有歧视。安东故意交给宝拉一些小东西，让她收藏好，但不久呢，安东又会偷偷的将这些东西拿走，再藏起来。然后呢，他会回过头再质问宝拉，我给你的东西，你藏去哪里了？你是不是弄丢了？你弄丢了啊？你这个脑子记忆力是不是出问题了？并且呢，安东会将家中的煤气灯调得忽明忽暗，来回闪烁，这会让本来被欺骗的宝拉，她不知道自己被欺骗了。我的东西怎么会忽然不见了？周围的人都说我是神经病，是不是我真的有可能神经病了？这个灯怎么忽明忽暗？到底是它真的忽明忽暗，还是说我有幻觉了？让宝拉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然后呢，安东通过各种复杂的化学反应刺激之后，宝拉最终从一个正常人被各种引导逼成了真正的神经病。那煤气灯效应的各种暗示也经常会出现在算命八卦、属相、阴阳、神鬼玄说等各种江湖骗术里面。这些算命先生啊，会先通过一些笼统的概念，比如你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些居住现象或者是环境现象，比如说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是否会怕阳光，你是否会觉得阳光刺眼，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听见水龙头在响，或者是你的屋顶上面有咚咚哒哒滴滴答答的扔弹珠或者玻璃响的声音，或者是你是否看到阳台忽明忽暗，或者是你家里面的某个角落是否有蜘蛛网，有点不干净。然后呢，再配合以什么各种环境呀、风水呀、八卦各种说法自圆其说，让你的认知开始出现偏误，从而呢进入了他的节奏当中，让你会认为有鬼神在作怪有超自然的力量破坏了你的生活，或者是某些阴谋政府在搞你。其实呀，现实生活中比较绝望或者是生活的不愉快的人，他确实是想要把自己的失败、把自己的无能、把自己的不愉快找到一个归因而这些算命先生包括一些政治大师，他就是帮你总结归因的。但是呢，这些人用的也是煤气灯效应。那使用煤气灯效应的人往往都不是正义的，他一定是有他的一些邪恶目的的。想要通过煤气灯效应操纵别人的人，主要有三大目的。第一，他们是想让你变成他们理想中的客体。操控者通过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信息渗透，比如辱骂、暗示、贬低，或者是情感绑架、鬼神玄说等，让你觉得如果你还不改变，那么你就是一个不知感恩、不识好歹的人，或者你马上就会大难临头，你马上就要完蛋了，从而呢让你被动的或者是下意识的因为自我保护而去改变，从而把你打造成他们所期望的样子。第二，他们想全方面的操控你。掌控欲望强的操控者们通常都希望自己是关系中掌握最大权力的那个，所以呢，为了能完全掌控和操控你的生活，他们可能会通过诋毁、恐吓、制造阴谋、暗示、丑化，或者是恶意揣测你身边的人，离间你周围的关系网，从而呢，让你对你身边的人失去信心、怀疑，认为这些人
都是在迫害你，或者是有些阴谋政府、鬼神在害你，这样的会让你感觉哦，我才是真心的对你好的，因为我会说对你好听的话，我会吹捧你，我是你的知心哥哥、知心姐姐，会让你产生一种只有我这个操控者才是对你最好的人。第三呢，向你隐瞒某件事儿，或者是谋取某些东西。操控者会通过扭曲你眼中所看到的事实，让你不再相信你的记忆或者认知，或者让你的精神处于混乱的状态中。比如说，你好不容易来到美国了，现在我告诉你，美国的深层政府就是中共政府啊，你逃到天涯海角，你都逃不过中共的魔爪，一下子会让你的希望破灭，让你对生活美好的追求破灭，让你又回到了对中共的恐惧当中。那怎么办？我是看清真相的高人，我能解救你。或者告诉你，你家里面有鬼啊，你马上要有血光之灾，你印堂发黑，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暗示性的恐惧性的话，让你无法判断事实，并且呢，甚至会告诉你一些颠覆性让你尝试毁灭的东西，比如地球是平的，比如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只有一个政府，那就是阴谋政府、深层政府。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假象，我才是一个先知。你只有陷入到这种状态你才会只信操控者的话，而去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为敌，并且呢，这个过程会随着你病情加重而强化，因为你越相信操控者的话，你会越来越和主流人群产生矛盾一旦产生矛盾，你又会觉得自己被孤立，你一觉得自己被孤立，就会加重你自己认为全世界的阴谋政府鬼神都在迫害你，懂了吗？你一旦被孤立，越来越陷入这种死循环、恶性循环当中，就能达到操控者欺骗你，或者是操控你、套取你钱财的目的。因为你的生活已经被孤立了，你听信蛊惑，与所有的人为敌，结果呢，就是你越来越被孤立。只有我这个操控者才是好人，只有我这个先知才是好人，只有我才是了解你的人，只有我才是对你真心的人，只有我才是知道真相、解救你出苦难的先知。所以我说什么你都会听的，我是你唯一生存的希望，我是你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美国心理学家罗宾斯特受到了煤气灯这部电影的启发，并根据20多年的临床经验写了一本名叫《煤气灯效应：远离情感暴力和操纵狂》的书。罗宾斯特在书中描述了煤气灯效应其实是一种难以识别的情感虐待和操纵，甚至更加难以摆脱。这就是很多川粉们，你看他被人家骗，但是他自始至终越是被骗，事情发展的越是不顺，事情发展的越烂，他反而状态更激情，甚至更加的活跃抱团。他们会越相信用煤气灯效应的人，操纵者伤他越重，他越是把这个人当救星。还有一些相信神鬼算命的这些人一旦他有不愉快的时候，或者是过得不顺的时候，他就会去求神仙给他算一卦、算个命，然后呢捐点钱算命费。很多喜欢算命的人甚至会把他很大一部分的财富积蓄都用来算命，结果呢，他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只是每一次算完命之后，他会觉得心情好一点，心里面的一块石头落到地上了，踏实了。甚至有些人本来就不怎么富裕，他手里面唯独剩下的那点钱，他居然把这个钱全部压在了算命上面，希望算命先生给他布一个风水盘，改个名字，算个卦，挂个铜钱，放2盆花改一下风水，做个法事，他的生活就能从此一飞冲天，飞黄腾达，天翻地覆。他的生活就会因为挂了2个铜钱
而发生本质性的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于是呢，这个人本来可以拿他剩下的这几千块，甚至是几万块合理分配的话，他真的是有可能使财富倍增的。但是呢，他把钱花在了完全没有用的算命骗术上面，结果呢，就相当于买了个心理安慰，并且呢，这种心理安慰是负面的，对人没有任何好处的，并且这些心怀不轨的大师啊、先知啊，他为了能够让你持续的产出价值，他反而会希望你不要变得好，不要变得积极，不要过得好，这样呢，你才能依赖他。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使用煤气灯效应，这样呢，你才能源源不断的贡献自己的财富。当你的财富贡献完毕了以后，那你自己的人生或者你的生命基本上也快到终点了，因为你已经把你的学习机会、你的提高机会、你的改变机会、你的财富全部断绝了。但是这些算命的人啊，他会给你说冥冥之中一切皆有定数，他能给你做的事情就是帮你推卸你自己的责任，让你变得更差。他会让你认为有鬼神在作怪，有八字在作怪。我们做心理学研究的人去给别人做心理咨询，往往都是为了让你变得更积极，让你能够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让你直面问题。我们这些心理学者往往是让你面对现实，让你去承担自己的责任，生活的更加有积极的心态。中国人做事儿总喜欢通过别人传话，而这个传话的过程中就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加入煤气灯效应。比如说他传出去的话未必是你要说的意思，并且呢，他传回来的话也未必是人家要传给你的真话，在这个中间就很容易动手脚。而做这种时政新闻领域，就是通过这种外网新闻呀、内网新闻呀、英语新闻来回传话的过程中，曲解、添油加醋，或者是扭曲它的表达意思，让你看了以后陷入到某种状态。其实人一旦陷入到煤气灯效应之中啊，就很难把它再解脱出来了。最终就是我说的，要么毁灭，要么就是彻底的大彻大悟，触底反弹，发愤图强。当然了，从学术上面来说，解决煤气灯效应是有这么一个办法，那就是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不要太过依赖某个人啊，不要把你的信息来源变得单一化。当你与外界接触的时候，你总是希望通过一个人的时候，你也给予了这个人控制你生活、控制你思想、控制你言论的能力。所以呢，你需要去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去传递你们彼此之间的信息，这样才能避免操控者通过隔离你与你身边的人，从而操控你的结果，操控你的下场，操控你的结局。那问题就是在于当事人能不能听得进去这个办法，这是很多陷入到这种怪圈里面的人无可救药的原因。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摧残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以后，他才有可能会去进行一些思考，或者是直接终结自己的生命。不知道你们怎么看？留言告诉我。